我们先来准备500克糯米和250克黄米，分别倒入等量的清水。这里要注意，黄米是具有粘性的，不是小米哦。然后分别在糯米里加入200克米酒，黄米里倒入100克米酒，搅和均匀。盖上保鲜膜进行发酵。室温在25度左右的情况下，我发酵了3天2夜。如果室温比较高，发酵时间会短一点。具体还要看发酵的状态，可以看一下，用铲子搅拌时会浮出很多小泡泡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分别淘洗干净，去除酸味，然后装入到耐高温的容器里，分别倒入水，水量刚好没过米即可。黄米里面的水要少放一点，加入80克南瓜一起蒸熟。放入南瓜是为了增加颜色的，盖好耐高温的保鲜膜，防止更多的水蒸气滴入。再放入到锅中蒸熟。水烧开后计时蒸45分钟。时间到，先取出糯米饭，按个人的口味加入白糖，将糯米饭捣烂成非常粘稠状。再加入自己喜欢的果干，喜欢吃可以多放一些，搅拌均匀。然后准备好容器，在里面铺好保鲜膜，方便脱模。倒入糯米饭，手上可以沾点蜂蜜水，将糯米饭按平，先放一旁。然后再来处理黄米，同样按照个人口味加入白糖，将黄米捣烂至粘性状态，倒入在白糯米饭上。手沾蜂蜜水，将黄米按平，然后将多余的保鲜膜折上来包住。放入到冰箱里冷藏6小时以上，我直接就放置过夜了。第二天取出来，撕开保鲜膜，把刀上面刷一点蜂蜜水防粘，切成小块，有一点失误了，保鲜膜上面忘记刷油了，有一点粘，也可以借助蜂蜜水给保鲜膜脱掉。装盘展示吧，不太好切，块头切得比较大，但不影响吃，黏黏糯糯的，可以吃到果干的酸甜，糯叽叽的，但不粘牙。刚从冰箱里拿出来，凉丝丝的，非常好吃。如果家里有糖桂花，也可以蘸着糖桂花来吃，味道都是很赞的。吃不完的还要放到冰箱里冷藏保存，因为米都是发酵过的，不用担心它会回生变硬。喜欢的朋友就赶快试试吧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